我和陈烨结婚11年了，有一个6岁的儿子。所有人都说我们是模范夫妻，不管工作多忙，陈烨都不会忽略家庭。他会给我按摩，琢磨网上稀奇古怪的食谱，会推掉会议参加儿子学校的开放日，会记得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我的生日，会记得我的喜好，在我生气的时候不厌其烦地哄我。可就在刚刚，他应酬完回来，醉醺醺躺在床上叫着老婆亲亲的时候，我看到了秘书的消息。宝贝，安全到家了吗？我愣在原地，很久才回过神。陈烨已经睡熟了，我拿过他的手机，对话界面弹出来是他的微信小号，里面只有一个昵称叫小猫咪的女生，头像和他大号里的秘书一样。我想起这个人是谁，上次去陈烨公司，他还亲热地叫我猪猪姐，要我请他喝奶茶。因为陈烨是个工作狂，加起班来一点都不顾及她是个女孩子。我很愧疚，因为我是知道陈烨的。公司凝聚了他所有的心血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他呵斥秦优，上班时间规矩点。秦优当时俏皮地吐了吐舌头，一点都不怕这个严厉的老板。我只当他是年轻人活泼，却没想过是陈烨额外的宠溺。事后陈烨还问我要不要换一个，为什么要换？陈烨当时把下巴搁在我的肩膀上，撒娇一样蹭我的脖子，怕我家的小醋坛子生气呀。我又羞又恼，反驳道：我才不会呢。陈烨就哈哈大笑。对啊，我老婆是最大方最善解人意的。他信誓旦旦地向我解释，秦优这个年轻人蛮优秀的，我想培养他。再说了，一个年轻漂亮的秘书也是公司的脸面。陈烨牵着我的手，老婆你相信我，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我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。现在看来我真是傻得可怜。心乱如麻，我在沙发上坐了一夜。生物钟让陈烨每天早上8点准时起床，他像平常一样睡眼惺忪，伸着懒腰跟我撒娇要擦脸。他会说老婆早上好，要亲亲。我抬头看了看他，似乎和19岁那年没什么区别，还是那么高高大大潇洒帅气。不同的是，19岁的陈烨没有钱，没有微信小号，也不会瞒着我爱上别人。昨晚没有给他收拾，陈烨穿着皱巴巴的衬衫，解开的纽扣里是精壮的肌肉，让人移不开眼。他确实足够自律，有让人动心的资本。可我已经很久没有夸赞过他的肌肉了，我们太过熟悉，甚至可以说是早就融为一体。深秋的早上还是有些凉，我拿着毯子给陈烨披上。怎么不穿件衣服，当自己还是小年轻吗？陈烨注意到我的眼睛，语气里很是焦急。眼睛怎么这么红，身上还这么凉？老婆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？我看着他，好像回到了17岁那年。我被坏学生约架，一整个下午魂不守舍。陈烨也是这么着急，怕谁欺负了我？我不明白，他在外面有了人，为什么还能装出这副模样来？没事，就是有点失眠。陈烨整个人贴上来，把我抱在怀里。没事的，老婆，有什么一定要跟我说，我现在已经可以保护你了。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因为欺负我的人就是你。可我不想放手，不想就此走向结局。我们在一起整整14年，从穿开裆裤就认识，不过是一点小小的阻碍，一定可以克服的。我仰头看向陈烨，问他：你会一直爱我的对吗？不会离开我？陈烨笑了：我的傻猪猪，你是怎么了？我抹了抹眼泪，老乡外面有人了，他和燕子离婚了。你会不会也丢下我？陈烨捧着我的脸，低头在上面亲了一口。傻老婆，就因为这个一夜没睡吗？哎呦，心疼死老公了。我不是老乡，我也不会出轨。我陈烨最爱的就是李猪猪，我永远不会离开他。他的目光像我们结婚那天一样温柔，永远永远爱着李猪猪，永远永远不会离开他。这句话很久以前就说过，是啊，他很久以前就说过。那一年我们才19岁，19岁那年我没有考上名牌大学，我爸也不准备供我继续念书，他把我锁在家里，告诉我已经没有钱让我折腾了，留给我的只有打工这一条出路。可是后来他又改了主意，他说你嫁人吧，嫁人了把彩礼钱给你弟弟娶老婆。我不同意，我哭我闹我绝食，甚至用上吊来反抗，都没有用处。他让我哪怕是死也死到别人家里去。那天晚上我万念俱灰地躺在床上，陈烨隔着窗户喊我的名字，黑暗里他的眼睛亮晶晶的。他问我李猪猪你饿不饿？我点点头，
陈烨变戏法一样从兜里掏出了2个大鸡腿。他说：“吃吧，我知道你饿了。”我把鸡腿拼命往嘴巴里塞，饥饿的胃被填满了，可心怎么也填不满，眼泪像决堤的黄河，怎么也止不住。陈烨看着我哭，同样泣不成声。要是我有钱就好了，我有钱就可以娶你了。没有钱我也嫁给你。陈烨问我：“真的吗？”真的。2双眼睛就这么彼此望着，在温柔如水的月光里互相试探，最后把赤裸裸的心剖开，写满了爱意。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大胆的决定，我和陈烨私奔了。现在想想，那时候的日子真苦。我们没有钱，只能去做日结的工作。好在天气不冷，可以睡在桥洞底下。桥洞靠水，一到晚上蚊子嗡嗡飞个不停，随便一拍都是满手的血，蚊子吃得太饱了，都飞不动。我看着满身的包嚎啕大哭，太痒了，太痛了。被抓烂的包还没有结痂就又被咬了，骨脓流出黄黄的水。陈烨摇着蒲扇，整宿不肯睡觉。他既懊恼又心疼。对不起猪猪，是我没本事，以后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后来我们攒了点钱，租了一个出租屋，阳光直晒，大夏天像是进了桑拿房。陈烨一声不吭去买了个2手空调，装起来后，我们手里只有10块钱。我把10块钱都给了陈烨，骗他说我们厂里包午饭。其实那天我什么都没吃，但陈烨当时在工地上干活，他不能不吃东西，我怕他低血糖从楼上摔下去。那天晚上回来，陈烨买了炸串，买了麻辣烫。我跟工头预支了工资，宝宝别怕，敞开肚子吃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工头特别难说话，根本预支不到工资。那200块钱生活费是他路上被电动车撞了，人家赔的。麻辣烫放很多辣椒，特别辣。我们吃着吃着，鼻涕眼泪就都流了出来。然后陈烨擦了擦我的脸，拨开黏糊糊的头发，把热乎乎的嘴唇印在了我的脸上。他说：“李猪猪，我一定会娶你的，我要让你过上好日子。”我从未怀疑过他爱我的心，但为什么一切都变了呢？我去了陈烨的公司，他正在处理文件，漆黑的办公桌上摆着一杯奶茶，吸管是可爱的小兔子形状，杯身上贴了爱心便利贴，让奶茶来温暖日益寒冷的天气吧。我还没说话，陈烨比我先一步解释。秦优这小姑娘就是爱弄这些稀奇古怪的玩意。陈烨想了下，又说：“咖啡喝多了，换换胃口。”我眨眨眼，酸涩的厉害。陈烨围上来：“怎么啦？眼睛里进东西了吗？”他抱着我坐下，翻开我的眼皮：“没东西啊，眼睛好红啊，老婆。”我按着陈烨的手，他便乖巧地把头放在我的肩上。秦优恰好进来，看见我跟陈烨亲密的动作，笑容一下子僵在脸上，就连原本轻快的脚步也变得迟钝了。他闷闷地叫了我一声：“猪猪姐。”转头看向陈烨，声音有些冷：“陈总。”陈烨没有理他，秦优就那么定定地站着。我抬眼望去，发现他是有些委屈的，乃至于眼里都蒙上水雾。可是他有什么好委屈的？最委屈的不应该是我吗？陈烨让他出去，把预约再看下，不要出什么纰漏，这里没你什么事。秦优咬着唇，轻轻应了声好。我躺在陈烨的怀里，眼睛死死盯着那杯奶茶，只觉得有股气卡在喉咙里，上不去下不来，要生生噎死我。把秦优开了吧。陈烨没有犹豫，他只是摩挲着我眼尾。好，猪猪，你有皱纹了。是啊，我已经33了，不是年轻的女孩子了。见到秦优的第一眼，我就知道我们不是一类人。他有着良好的家境，所以开朗活泼大方，而我自小穷困，胆战心惊。哪怕现在有钱了，还是会情不自禁挑在节假日购物，因为有折扣。我过怕了穷困的日子，所以对幸福格外珍惜。陈烨抚摸着我手上的钻戒，很小，只有12分，是我们22岁结婚时，陈烨用了全身积蓄买的。公司刚刚安稳，所有的资金都用来运转，买钻戒的4000块钱是他一分一分抠下来的。陈烨说：“那个时候只有你支持我。”是啊，公司成立之初只有2个人，他是老板，我是员工，我是采购，是会计，是人事。谈生意的时候，我们夫妻2个齐上阵，把合作商喝得趴到桌子底下，2个人拿着合同在办公室大哭大笑，抱在一起和疯子没什么区别。原来已经过去那么久了，我们买了房子，买了车子，公司越做越大，
穷困的日子一去不复返。我始终没有换过戒指，哪怕陈烨给我买的珠宝可以塞满一排抽屉。他问我怎么不戴那个大钻戒，我回答他，意义不一样，那是陈烨最爱我的一年。他抱着我，像一只大号的树袋熊。老婆，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，他一定知道。我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，可是他愿意回头，那我就可以给他一个机会。公司的眼线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陈烨的人，我又塞了新人进去，有点疯魔，有点神经质，所有的感官都在密切关注秦优的消息，生怕陈烨没有开除他，那代表他愿意为了秦优违逆我。好在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，那天之后，秦优没有再出现在公司，我的心放回了肚子里。这天轩轩有点不舒服，我和陈烨带着他去了医院。好在只是小孩子吃坏了肚子，没有什么大问题，挂瓶水就好。等待室里，陈烨接了个电话，就要匆匆离去。他说项目出了问题，必须亲自去一趟。我的喉咙干涩发痛，大概是感冒了。其实我都听到了，我第一次恨自己的耳朵这么灵敏。秦优在那头哭，他说他的肚子好痛，他说他好想他，可以来陪陪我吗？一会儿就好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可我真的好难受。对不起，我知道这样对不起猪猪姐，只是他什么都有了，他可以长长久久地拥有你，我只需要一会会就够了。陈烨真的好着急，他起身的时候撞翻了垃圾桶。真是的，30多岁的人了，怎么还和毛头小子一样？秦优肚子疼需要他陪的时候，陈烨有没有想过那一年他在外地出差，我突发阑尾炎，一个人打救护车，一个人做手术，一个人在元旦节的夜里忍着伤口的疼，摸索着下床去厕所。他有没有想过我早产躺在产床上，害怕的大哭，胎位不正，要用手生生拨正，那个时候我又该有多疼呢？真的很疼，比他疼多了。我很久没哭过了，眼泪吧嗒吧嗒地掉在地上。轩轩的小手伸过来给我抹眼泪。妈妈不开心了吗？她的眼睛很大很漂亮，很像陈烨。小孩子嘴巴一撅就要哭，委屈巴巴地问我，是不是轩轩惹妈妈不开心了？妈妈不要掉眼泪，掉眼泪就不漂亮了。我把她抱在怀里，不是轩轩的错，那是爸爸惹妈妈不开心吗？轩轩挥舞着小拳头，我去教训爸爸。可是轩轩很喜欢爸爸呀，那要怎么办呢？那也不可以伤害妈妈。轩轩大叫起来，爸爸说过，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伤害妈妈，不管什么理由，都是那个人的错。我一愣，轩轩却还在继续嚷嚷，妈妈不管做什么都是对的，妈妈什么都不需要考虑，她只需要做让自己开心的事。我擦了擦眼泪，问轩轩，爸爸什么时候跟你说的？昨天。他的声音低了下去，爸爸是不是做了很过分的事？可我还是想让妈妈原谅他，但妈妈开心是最重要的。我们之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？明明还是彼此第一位。陈烨回来的不算晚，他在我身边躺下，抱住了我，抱得很紧。工作还顺利吗？顺利。陈烨的声音很沙哑，似乎2个字抽光了他所有力气。他不擅长说谎，我也不是傻子，只是我们2个人都选择默契的没有问，给彼此留了脸面。陈烨贴近了我，他的呼吸喷洒在我的颈间。我们很久没亲密过了，却每日相拥而眠。现在想来，原来是成了习惯。他有些情动，雪梨香味争先恐后钻进了我的鼻腔，浅淡清新的味道令人作呕。我爱栀子香，却很久没用过香水了。他说肚子疼，你把他搂在怀里细心安慰的时候，在想什么呢？现在面对我又是什么想法？这样贴上来是为了补偿吗？我推开了陈烨，背对着他。察觉到我的冷淡，陈烨停下动作，他安静地拥着我，没有说话。你爱我吗？陈烨说，爱。可是我觉得你不爱我了。陈烨把我的身子摆正了，我婆娑的泪眼出现在他面前。陈烨抿了抿唇，他反问我们在一起多久了？他自顾自说着，我们从小就认识，19岁在一起，22岁结婚，到现在我们知根知底整整33个年头。我们之间哪还有什么爱？我们早就长到一块去了，打断骨头连着肉，扯去骨血还有筋，我们早就分不开了。所以我们没有爱了，对吗？有的。陈烨的目光依旧温柔，他看着我的时候，眼睛里似乎只有我。猪猪，我是爱你的，我也永远不会离开你，
你要知道，无论有谁，我心里的第一除了你，只有你。你的地位无可取代，所以听话好吗？他让我听话，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不要变得不可理喻，不要变成怨妇。大家都是逢场作戏，你知道的。老冯他们外面也有人，不还是好好的？我的钱在你这里，人会按时回家，我们好好的不好吗？我突然理解那天燕子说的话了。如果你还爱他，就和他离婚；如果你不爱他了，就继续过日子。猪猪，你知道吗？我受不了，再多的钱，再大的房子，都填补不了我心里的不甘。我们是少年夫妻，白手起家，一步一步有了今天的地位财富。可是人心一变，多年夫妻原来还比不过20多岁娇媚的一张脸。可是我20岁的时候也很漂亮的，我想我和陈烨过不下去了。见我不说话，陈烨凑上来亲了亲我的眼尾，没有对不起，也没有承诺，他只是平静地告诉我要听话，要听话。有一年，陈烨在外地谈生意，被当地地痞流氓劫了道，身无分文。他在派出所里给我打电话，嘴角疼得直抽泣。我心急要去找他，陈烨也是这样说的。猪猪要听话，他在那边呵呵傻笑。还好我给我们家猪猪买的耳环没有被抢，我藏在衬衫里兜的，聪明吧？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彩礼，没有5金，陈烨说以后一件一件给我补齐。同样的话，现在的他又是怎样的心境呢？我找律师起草了离婚协议书，去公司找陈烨助理说他不在。我的人告诉我，陈烨这时候大概在给秦优过生日。许是我的脸色过分难看，助理斟酌了片刻，还是说了地址。陈烨给秦优买了房子，在轩轩幼儿园不远的地方，他可以看完秦优，顺便去接轩轩，甚至可以路过菜市场带一份菜回家。就连我爱吃的桂花糖藕都在那个小区旁边。陈烨体贴到偷情的时候还会记得我的喜好。男人真是贪心，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，原来是他们的最终理想。我本以为自己会泣不成声，但真到了这个时候，除了捏着离婚协议书的手有点发抖外，并没有多难过。隔着那扇木门，我能听见秦优的温声软语，也能听见陈烨不紧不慢的回应：谢谢你来陪我过生日。应该的。酒杯碰撞了下，我听见秦优试探地问：我想一直陪着你，宝宝，可以吗？于是杯子重重撞击了桌面，陈烨的声音听上去有些生冷：李猪猪是我的老婆，就算我埋到地下也不会改变。秦优的声音带了哭腔：是我越矩了，我只是太爱你。陈烨嗯了声：下次不要这样了。可是出轨就是出轨，守着理智清醒的出轨更让人恶心。从他迈出那一步起，在提起我们之间的感情，都是在侮辱我，侮辱他自己。我敲响门，陈烨看见我的刹那，不可置信地睁圆了眼。我把离婚协议书扔到他怀里，转头对秦优说：生日快乐。秦优反应很快，眼泪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落。猪猪姐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勾引陈总的，你不要怪他。我反问他，有区别吗？秦优抽了抽鼻子，把陈烨推向我：陈总，你快去轰轰猪猪姐呀，你不是说她很重要吗？我没关系的，梨花带雨，我见犹怜。陈烨果然忍不住频频看他，这样的女人谁能不爱呢？温室里的娇花，明媚娇艳，和我的20多岁像又不像。我不同意离婚，我手上有你出轨的证据。陈烨有些惊讶，甚至是心痛。猪猪，你什么时候这么不听话了？或许在他眼里，我是7、8岁跟在他身后要糖吃的小孩，是19岁在满是蚊子的桥洞下哭得喘不上气的李猪猪，是22岁嫁给他时还不会系领带的妻子。我长久地在他身边，柔弱、温柔、爱哭、听话，是他刻板印象里我。可是他忘了19岁的李猪猪敢跟他私奔，身无分文，和他一起在陌生的地界讨生活。22岁不会系领带的妻子，已经可以在老奸巨猾的合作商里打个游刃有余了。李猪猪从来都不听话，是他很久没有认认真真的看过我了。财产我们对半分，都是成年人里，给彼此留点体面吧。陈烨红着眼，咬牙道：我不会和你离婚的。秦优在劝他，不要气坏了身子。是啊，陈烨一生气就会头晕，我比秦优更清楚。你一点都不在乎我了吗？但是我无比知晓，男人的劣根性会在谎言被戳穿时显露无遗。我究竟哪里对你不好？你衣食住行哪一样不是我的？你为什么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？
女人家为什么总是在乎儿女情长？这些情啊爱的结婚这么多年，早就搓磨光了。男人在外面逢场作戏很正常，你要知道我做的什么事业，做得多大。那么多人和我一样，他们不还是好好的？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的？陈烨抿着唇，李猪猪，我对你不好吗？就是因为好才难过。我们不一样的李猪猪还是那个李猪猪，陈烨早就不是22岁那个陈烨了。我失魂落魄地离开了小区，燕子在楼下等我。他分走了老向一半家产，那辆树莓色的玛莎拉蒂看上去有种不符合他年纪的娇嫩感。想哭就哭吧，女人嘛，哭哭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他叹了口气，我们啊，就是太要强了，不肯掉眼泪，让外面的狐狸精看了笑话，输什么也不能输气势。可男人就吃那一套，他们总觉得家里的老婆太傲气，不肯低头。他哪里知道我们什么都不欠他的，外面那些人受了他一点好处，那是白来的，当然要小意温柔，阿谀奉承。可我们不同，他哪怕有1块钱，那也得掰开了有我们的一半。我接过燕子递来的纸巾，你知道我难过什么吗？他在偷情回家的路上还能带我爱吃的糖藕，他知道我的喜好厌恶，他知道我会有多难过伤心，可他还是这么做了。甚至他还明确告诉秦幽，没有人能取代我的地位。燕子笑笑，是啊，你们不是没有感情，你们只是没有爱情了。但忠诚是一种选择。玛莎拉蒂在路上驶得飞快，我的声音消散在风里。所以我们只能离婚了。陈烨不同意离婚，他将协议书撕了个粉碎，求着我冷静些。我给你冷静的时间。他这样说着，从家里搬了出去。或许你现在并不想看见我。我把轩轩送到了我妈家，认真而平静地注视着陈烨。我以为他的反应会更激烈些，但陈烨没有，他只是回应着我的目光，有种残忍的沉着。我很冷静，离婚是最好的选择。陈烨摇摇头，我知道你生气，我们可以过段时间再谈。我已经想好了。陈泽打断了我想继续下去的话，非离婚不可吗？陈烨推着行李箱，我搬出去住。我们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。我声嘶力竭地质问陈烨，你要去哪？明目张胆地去那个贱人家里是吗？陈烨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好像过了这么久他再一次认识了我。李猪猪，你现在像个泼妇。我从前劝慰燕子的时候，总是让她不要那么暴躁，给自己留一点体面。燕子就告诉我，再怎么凶也是关上门在家里折腾，外人又不知道。出轨不全是狐狸精的错，男人的错更多，是他们耐不住寂寞，背弃了誓言，主伸出了橄榄枝，所以该打。我冲上去给了陈烨一个巴掌。对，我就是泼妇，是你生生把我逼成了泼妇。你可以装着爱我的样子出轨，可以在偷情回来的路上给我买爱吃的桂花糖藕。我甚至还想过给你一次机会，可你怎么说的？你说我们之间早就没有爱了。你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傻逼，大傻逼。陈烨，你告诉我，如果你爱他，那我们这些年算什么？算什么呀？陈烨后退了几步，他想说什么，只是嘴唇翕动，到底什么也没说。我问他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1月25号，是去年。原来那么早就开始了。那天陈烨回来得很晚，身上有酒气。他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丝绒盒子，打开是一个钻石手链，他还亲手给我戴上了。人真是奇怪，这个时候我还能想起当时的感动惊喜，自欺欺人的想着他要是能骗骗我就好了。他为什么不骗我呢？已经骗了那么久。出轨之后的坦白谈判，就是一层一层割开无辜方的皮肉，连骨头都赤裸裸地暴露在空气里，呼吸都迎着血腥味的甜，心脏跳动间都耗费了所有力气。陈烨，这是原则性的错误。是，他低着头，到现在我终于从他脸上看到了犯错的情绪。猪猪，陈烨叫我的名字，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如果我说不呢？陈烨并不着急，他用手指轻轻敲击桌面。你是我少年时全部的梦想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我吃了很多的苦，乃至于午夜梦回时想起来依旧咬牙切齿，仅仅是为了一句我要让李猪猪过上好日子。你说我怎么甘心离婚？怎么甘心让你离我而去？他比我高好多。陈烨把我抱在怀里时，我甚至没有到他的下巴。承诺这种事情只在爱的时候才作数，不爱了就成了空口白话。就连他遭受的苦难也是要算在你头上的。你看，如果不是为了你，我怎么会这么辛苦呢？原来出轨的男人是这么想的。
原来不离婚是不甘心，我承载了他少年时期全部的梦想。我曾经是他的白月光，现在成了胸口的白米粒。可就算这样，也不可以放手，因为对方没有精力再去重复一段婚姻的过程，也无法找到一个全心全意抚养后代的对象，而他建立起的一切社会圈子都已经熟悉了原配，推翻再来实在是太麻烦了，更何况我们已经足够了解彼此。情人可以作为解闷的存在，但绝对没有原配贴心，因此这么互相拉扯下去吧，等所有的激情退却，就会真正心无旁骛地过下去，像合作伙伴，最熟悉的陌生人，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情人，唯独不是爱人。年少情深真的可以走到这一步。陈烨捉着我的手，他的眼睛真好看啊，一眼望去都是深情。猪猪，你打我吧，这样你能好受些。男人啊，真的很绝情，不爱了之后，他有10000种方法逼你妥协。陈烨断了我所有的卡，他在告诉我，做家庭主妇的这些年，我已经成了只能依附他的菟丝花，不要妄图和他对抗。我平静地躺在床上，陈烨抱着我，一遍又一遍地念着：猪猪，你要听话，我不会离开你的，不管过程怎么样，最后的结果我一定会回到你身边。我闭上眼，这一觉竟然格外好睡。第二天醒的时候，陈烨已经走了，他贴心地为我准备了海鲜粥，煨在砂锅里，还留了纸条，知道你心情不好，卡里有50万，你买点东西开心下。好好想想我说的话是不是最优选？猪猪，我们是注定要纠缠一辈子的，傻逼，谁跟你一辈子？不能委屈肚子。我喝着海鲜粥，联系银行把卡里的50万全部取了出来，给陈烨服了个软。我不生气了。陈烨在那头笑，你生气是应该的，是我的错。秦优在旁边小声说着话，被陈烨呵斥了。他继续问我，怎么一次性取了50万？看中了一辆车要600万，老公给我买吗？见我撒娇，陈烨心情大好，大手一挥就把剩下的钱打进了我的账户，我可以听见他叹气的声音。这样就很好。猪猪，我联系了燕子，我手里有明晨17%的股份，你要不要？我在家里疯狂搜刮着所有值钱的东西，把它们变现，然后存入我的账户。我要彻彻底底和陈烨划清界限。既然他不愿意签字，那就让他在外面好好潇洒吧，他总有一天会后悔的。我带着轩轩坐上了去另一个城市的飞机，小孩子不懂事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只是他也察觉出了些许端倪，试探着问我，妈妈，我们是不是不要爸爸了？大人或许可以一拍两散，但对于孩子来说，父亲这个角色不可或缺。因为轩轩的关系，我这辈子都无法和陈烨彻底了断，我只能等他妥协。我摸着轩轩的头安慰他，没有，不管怎么样，爸爸都是爱着轩轩的，我们只是给彼此一点空间，大家稍微冷静下。轩轩撇撇嘴，你们要离婚吗？他闷在我的怀里，我希望妈妈开心。我总以为小孩子什么都不懂，其实他们都知道。陈烨伤害最大的不是我，是轩轩。我给秦优打了电话，他忐忑地叫着我猪猪姐，说话间带着哭腔。对不起，猪猪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太爱陈烨了。我叹了口气，心想他这么装到底累不累？别装了，我找你是有正事的。您说。我和陈烨要离婚，你知道吧？秦优的呼吸明显急促起来。对不起。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？我只想离婚，让陈烨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。陈夫人的位置就是你的，你自己把握住。话筒那头顿了顿，秦优缓缓说了个好字。让他们两个折腾去吧，带轩轩在外面的日子，我要好好玩个痛快。外面的女人温柔听话，她们闹腾起来可比原配难缠多了。第二天不是个好天气，大雨滂沱，升腾的雾气模糊了街景。陈烨电话来时，我还没睡醒，眯着眼看向窗外，有种恍若隔世的错觉。陈烨的声音低低的，带了点哭腔。这样的雨天，他该腿疼了。我总是会准备好热水、毛巾、药膏，把药膏在他的膝盖涂抹好，裹上薄膜，再用毛巾敷上，然后小腿泡在热水里。只有这样才能缓解难熬的酸痛，让陈烨睡个好觉。当年身无分文，工头不肯预支工资，陈烨回家路上被电动车撞个正着。人家看他年纪小，既没有带去检查，也没有联系交警，只丢下200块钱就扬长而去。陈烨拿着200块钱买了麻辣烫，买了炸串，怕我发现他腿上的伤，把牛仔裤往下拉了又拉，一天休息都没有。第二天就早早去了工地。
日积月累，腿落下毛病，一到阴雨天就酸痛难忍。猪猪，我腿疼，现在和我说有什么用呢？陈烨，从你选择秦优那一刻起，我就没有义务为你服务了。我们的夫妻情分从那刻起就结束了，你知道吗？陈烨顿了顿，有些苦涩的笑。猪猪，不要生气好不好？我去找你。陈烨来得很快，似乎真的认识到了错误。我不肯见他，他就在雨里淋了一个下午，受伤的腿不住颤抖，脸色苍白如纸，哑着嗓子唤我的名字。猪猪，他浑身都湿透了，虚弱的样子吓得轩轩哇哇大哭。陈烨稳稳拿住了我的软肋，他用一种委屈可怜的语气叫轩轩。轩轩哄哄妈妈，让他不要生爸爸的气了。轩轩就来抱着我的胳膊不住摇，妈妈妈妈，爸爸生病了，你让他进来吧。看轩轩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我忍不住心软，拿了把伞走到门外。陈烨喜出望外，赶紧迎上来，却在触碰我的刹那胆怯地收回了手，小心翼翼的样子仿佛世上最深情的男人。他顶着湿漉漉的眼眸看我，说话的样子谨慎又卑微。猪猪，你原谅我吧，我和秦优断干净了。我叹了口气，先进来再说吧。我给陈烨倒了杯热茶，他局促地坐着，不住搓动浴巾，几乎不敢正眼看我，犹豫了再三才说：猪猪，要我怎么做才能回到从前？破镜不能重圆，我已经决定离婚了。陈烨冲上来握住我的手，如果我说我愿意去做财产公证呢？我心头兀地一跳，这是你给我的保障吗？陈烨点点头，笑得有点苦涩。只要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当我拎着全部行李再次回到那栋富丽堂皇的别墅时，燕子差点敲爆我的脑壳。他恨铁不成钢地指责我：李猪猪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离了男人不能过吗？你手里捏着那么多现金，还怕饿死不成？再说了，你长得又不差，还怕找不到男人吗？我点了根薄荷烟，发现陈烨出轨后，我跟着燕子偷偷学会了抽烟。两个人在一块闲聚的时候，就会点上一根，似乎苦涩的气体进入肺部稠闷，就会被一扫而空。离了男人能活，离了钱不能。燕子扭头看了我一眼，陈烨和我做了财产公证了，虽然只是不动产，算起来也有好大一笔钱。明天我会正式进入公司重新工作。你手头有明晨17%的股权，就是第4大股东，有权决定董事会的人员任职。到时候我会把这些财产卖掉一部分，从小股东那里买下版权，重新进入公司内部。所以我回来不是舍不得陈烨，我得给轩轩和我谋一个好出路。燕子沉默了良久，他问我：那你准备什么时候把这些不动产卖了？我垂下眼，每说一个字都觉得剜心的疼。等陈烨憋不住去找秦优的时候，这2个月陈烨的表现无可挑剔，我们的生活似乎真的回到正轨，根本不曾出现过秦优这个人。只是我心里明白，这不过是水面的平静，水面之下暗潮涌动。这天下班，陈烨给我带了支香槟玫瑰，男人缠着我亲昵，热切唤着我的小名。可是我知道他有些心不在焉。陈烨性子一向沉稳，哪有这么急不可耐的时候？只能说明他心里藏了事，无法掩饰，所以很慌乱。我按住他的肩，笑道：约了燕子去做护理，你快别闹了。陈烨突然放松下来，软软趴在我的肩头。好吧，几点回来啊，老婆？10点左右吧，你记得带轩轩吃饭。陈烨答应得很轻松，或者说他一直在等着适当的时机吧。可能我们都没想到，当初彼此信任的2个人会到了今天这样勾心斗角的地步。坐在燕子的车里，私家侦探把拍摄的照片传给我。秦优站着，柔柔弱弱的哭泣，陈烨抚摸着她的头，轻轻拭去了她的眼泪。明明没有什么不堪入目的画面，却足以叫人万箭穿心。燕子说她想起刚认识我们的时候，陈烨跟在老向屁股后面做事。老向这个人大大咧咧，说话没遮没拦，喝多了说我小气，是个报复性重的主。陈烨要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，指定要扒一层皮下来。那会子陈烨多自信啊，说他这辈子都不会对不起你，叫我羡慕坏了。我把那些照片藏好，这可都是以后起诉离婚的证据。秦优住的、吃的、穿的可都要靠这些要回来呢。帮我联系买家吧。燕子说好。晚上10点，陈烨安分在家，见我回来，主动递上一吻，看样子他们没来得及亲热。我拒绝了他的索吻，可能是动作太过冷淡，陈烨有些愣神。他失落地看着我，紧张得像个小孩。怎么了，猪猪？没什么，
我看着陈烨，突然想给他一个机会。可能他今天去见秦优只是去告别，可能他们真的没有什么了。你有没有什么事瞒着我？陈烨摇了摇头，没有。他艰难地吐出几个字，只是突然觉得你好像要离开我了。他没有说实话，他心里的天平已然倾斜，我再也不是最重要的位置。我们的缘分到此为止了。我第一个起诉的是秦优，要求他作为第三者归还夫妻共同财产，包括陈烨为他买的房车珠宝。开庭那天，陈烨来了，他和我坐得很远，看我的眼神也很冷淡。李珠珠，我好像不认识你了。他说我算计他，他从来没想到我是个如此心机深重的人。我这么做直接坐实了他出轨证据，作为之后起诉离婚的条件。我已经和他断了，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满意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从此我们相聚的每个白天夜晚，他都在心里想着另外一个人。他是他的红玫瑰朱砂痣，而我成为了他的白米粒，他的糟糠妻。是他的妥协，是他的不情不愿。我很想硬气一点，但一开口就哽咽地说不出话来。我要22岁那个满心满眼都是我的陈烨。陈烨一愣，不再说话。但他仍然不同意离婚。没关系，如果不同意离婚，那我们就相互折磨。我把手里的一些不动产卖了，从小股东那买了点股份，加上燕子的配合，轻松打进了公司内部。陈烨看见我时并没有动怒，只是和我一样对彼此视而不见。冬天的时候，老家要拆迁，老房子需要户主回去签字盖章。我和陈烨回了趟老家，地上结了冰碴子，滑得厉害。陈烨走在我身后，下意识扶着我。因为泥路，雪下了又化，地上泥泞不堪，车子开不进来，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小时候和陈烨去地里割草，从来没觉得这条路有那么远。那个时候只觉得和他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，吵吵闹闹真开心啊。到了后来，都长大了，有些暗生的情愫涌动，就觉得这条路怎么那么近，没多久就走完了。不够我和他多说些话，想永远走不完。现在呢，为什么觉得远？大概是不甘心，大概是意难平。我和陈烨分居了，和离婚只差那一个本子。泥土把我的靴子弄得很脏，牛仔裤上也都是泥点点。陈烨下意识地走到我前面，蹲下来说我背你，然后尴尬地爬起来，拍了拍腿。我都忘了，你现在讨厌我？我摇摇头，我没有讨厌你。那你为什么要来公司？你想把我搞得身败名裂不是吗？我不是年轻时候了，害怕泥土弄脏衣服，因为心要脏得多。不是啊，我只是拿回了我应得的，我和他白手起家来的公司和该有我的一半。至于秦优，从他踏足我家庭的那一刻起，被千夫所指，就是他该承受的结果。不是我赋予他的难堪，是他自己做的孽。又往前走了一段，可以看见破败的老房子了。有很多年没有回到家乡，老房子早就杂草丛生。很多砖头都掉了，我住的那间房窗户都没了。陈烨和我静静站了一会，等到明年老房子也要被拆了，我们之间的回忆真的所剩无几了。他闷闷说，对不起，我已经足够释怀，没什么对不起的。秦优被他爸妈送回老家，你手里没有不动产权，在公司我和你平起平坐，离婚后我还要再分走你一半财产，我已经满足了。陈烨抚摸过窗台，掉落的墙皮蹭了他满手的灰。他喊了我的名字，但我没回应他，只是依稀看见19岁那年的夏天，陈烨趴在窗口问我，李珠珠，你饿不？晚安。